很多人去槟城都是为了吃炒粿条、福建面、chendol，而我呢？我是为了去看 showroom 的，对，我的人生已经变成了这样，而且正是更离谱哦 ，BYD 直接叫我们从 KL 开车上槟城去参观他们的新 showroom，BYD Mansion McAllister， 那名字听起来很像5星级酒店哦，结果里面是卖车的，更夸张的是，他还走娘惹风，你知道吗？这种感觉哦，你本以为进到去是看车的，结果一开门好像回到家的感觉，差点以为不是卖车的啦。而这次我去的时候呢，开的是 Sea Lion 7 Performance， 一台非常帅气的电动 SUV， 回的时候呢，他们又塞给我一辆 Sedan Seal Premium， 所以这一集影片我们不只是看 showroom， 我们也顺便看一下开远途 SUV 跟 Sedan 的分别 ，Premium 还有 Performance 的分别。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Yo, what's up？ 大家好，我是你的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欢迎回到来我的 POV 乱拍系列啦。很少看到我的开场白会坐在车的后面哦，通常你们看我都试车嘛，都是坐在前面嘛。这样是 BYD Sea Lion 7 Performance 4.5秒0到100的，讲真的是第一次坐在它的后面，前面已经有 CK 坐在那边，腿部空间是多过2个拳头了，然后我头部空间是大概1个拳头。我很喜欢它的这个椅子的这个倾斜角度，有些厂商也不会把座椅做得太斜。坐长途的话呢，我觉得可能稍微坐久了之后没有这么舒服，可是这辆 Sea Lion 哦，嚯，它的倾斜角度是非常的 good job， 适合我们长途坐在后面，那个椅背支撑，我跟你讲非常好坐。它的腰部这边的发泡边哦，很明显就是腰部哦是被一个很厚的这个海绵所支撑着的，所以舒服。然后屁股的这个坐包也是非常舒服，所以偏软了一点。这是 Paco， 这是 CK。今天我们3个人同一辆车，中间这边都是平的，所以我的脚啊真的是非常舒服，可以放在这儿。然后后面还有一个 USB 还有 Type C 的接口，充电口，那我就可以这里充电。乘坐后面是非常舒适，可是哦，毕竟还是比较偏 performance 的 SUV。如果你一般上驾驶员你坐在前面的话，你感觉到蛮舒服的，它不会太跳。但是我坐在后面的时候呢，我会感觉到它的悬挂是有一点偏少许的硬，这么少许吧，但是它在高速上是蛮稳定的，然后隔音也是非常的不错。所以我们的平均时速呢是在130到140左右。然后我们今天这辆车的马力是530个 PS， 然后690个牛顿米的扭力哈。电池容量呢大概是82.5 kWh 的电量。然后刚刚我们出发的时候呢，这辆车的电量是99%的。然后我们现在行驶到大概丹中马林的时候，我们这个电量是多少呢？虽然现在不是我开车，但是我可以通过这个 BYD 的 APP， 然后里面就可以看到我的车的现在状态。然后我们现在剩下88%，里程这边讲还可以走一个423公里。所以我们主要呢去槟城这一次是干嘛呢？除了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家的 BYD 车之外呢，我们主要是去参观槟城一个非常漂亮的 BYD showroom。等一下我们到了之后再拍给你们看啦。前面是不是要转左啊？前面是不是要转左啊？转。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这么笑了，这么笑，笑什么？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有一个美国的蜘蛛人，他的名字叫 Spider-Man， 他有双神奇的双手，能喷水。OK guys， 我们刚刚停下来怡保，中间吃一个午餐，去到一个非常古老的地方，1937年到现在一个 bungalow， 然后我们就吃西餐啊，就太好吃了啊，整个氛围感非常的好，就忘记拍吃了什么了啊。你知道电车跟我们的油车的都是颠倒的吗？油车在塞车的时候是比较耗油的，反而电车在塞车的时候特别省电的。然后你上高速公路呢，电车是耗电的，然后油车是省油的。
所以这个是相反，因为这个旅程也没有讲叫我们去做什么任何挑战，我们都是一路上就是没有跟这辆车客气，一路上都是120、130维持这样子下来啦。出发99%，从阿拉达班沙拉来到怡保的这个午餐地点的时候呢，我们的油不拉，我们的电量剩下30多%。然后我们在吃这午餐的时候，就有他们工作人员就把我们这辆车拿去充电，充到去76，在我手上是75啦，所以现在我还有73%的电量 ，range 说还可以走376公里的，那我估计呢是刚好可以让我去到槟城啦，没有问题了。啊，很多东西抛进后面去了。好高兴哎呦！突然间激发很大。来到我们现在最爱的Bukit Jelapang。这里。Burgers，哦，等一下就3个lane啦。醒来了啊！很稳一下。可是讲真的，它的 brake 的感觉就是偏舒适的，要踩很深的。前端的话好像只是靠那个 regen 吧，动力又强哦 ，cornering 好，椅子又好坐。隔音又好，看一下是双层，比较厚的单层，可以这样子讲。关动喽！Reject。哎呦！前面是一个 double wishbone 来的双 AB， 后面是多连杆而已，它表现还不错。下面有个 AES。说你要我开位置吗？啊，不用紧，我在 AES 上面。哇，东西又再翻过去了。大家在抢。丽卡在哪里？看不到是丽卡。他在拍照。是吗？大家买的。哼哼。OK， 这个时候 normal 够了，很够用啊，这辆车的马力。At kilometer 258.4, 258.4 AES, below 80 please. 丽卡是前面。康复
负在几号了啊？哇，它加速在一流啊，好快啊！我真的很喜欢它那个车身，过弯的时候，虽然它的悬挂是偏舒适啦，不是那种 sport 的，它又不可以调硬软哦。但是它过弯的时候呢，是很就那个侧倾很少那种，那个重心很低那种过弯啊，侧倾少的，然后它很压下去那种感觉，耶，很爽。SUV 哦，有这样的乐趣哦，太开心了。而且它厉害是它的 Head-Up Display 啦，是可以有显示我们现在 Apple CarPlay 的多少 km 要转左这样子。一路上的交通非常的顺畅，10几辆车的我们有你有我，你超车我超车，有那种互动的感觉啊，一点都不觉得累。很快速的我们就抵达冰岛啊。可是感觉到 performance 的这个耗电量真的是比较高，尤其是跑快的时候。很简单一个道理啦，一个电箱一个人工作跟2个人工作耗电肯定是不一样的。在这段旅程里面有 premium 有 performance， 最吃亏跑高速的还是 performance 的。我们进到冰岛，准时的抵达 Mansion Macalester 参加它的开幕会，加上有大人物到哦，槟城首长曹观友也到达 ，BYD 的 Vice President。等等的，舞狮也舞完了啦。这个时候呢，我就要来工作，跟大家介绍一下 BYD Mansion Macalester。它座位于在 Macalester Road， 槟城叫中路是吧？没有错的话。当然它是一个 3S Center， 它有 service， 楼下是展示厅，楼上是顾客休息厅。充电桩最高支持60 kW。你们去过很多间 service center 去做 service， 有的大的，有的小的，不管高级不高级都好啦。在马来西亚的话，暂时还没有看过这么复古的，对吧？这栋建筑物是超过100年了的，重拆它的顶，重建了之后呢，盖上这个玻璃，把整个建筑物呢都保护起来，就好像我们今天买手机，好像戴了一个套，还是粘了这个贴膜这样子。外面呢是英殖民的感觉，它进到去里面呢，就很多的设计元素是采用了Baba Nyonya的这个设计元素。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BYD 即将发布的新车，等等，开玩笑啦。BYD 就展示了2辆车，一个是我们今天开过来的 Sea Lion 7， 还有 Atotu。外形呢是粘上了当年设计元素啊，70、80年代啊，或者50、60年代的啊，很多房子的墙壁的点缀都是用上这一种的。就好像之前我们吃的咖喱面啊，什么那些公鸡的碗啊，都是有这种凤啊、黄啊这些点缀哈。首先我们带你们先进门，第一样就是它的 reception 啦。原始的建筑物呢，只是到这边，所以它玻璃到这边哦，所以它这里有一个门，左边这边也是有一个玻璃门，它可以直接展示车子在这边。因为我们今天有 event， 所以人也多，他就把车子移出去啊。所以通常这个地方就是展示车的地方，细节还有保留着，还油上一层非常漂亮的漆。从这个 reception 这里过去呢，这里还保留一个非常经典的楼梯，也是做过翻新的哈。等一下我们带你们上去，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换成了一些上司的这些工作的地方。这是我们 salesman 跟顾客最开心的地方，就是交车仪式啊。然后你看它的地上啊，就是以前的这种设计啊，这种设计如果你们有专人懂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一下吗？因为这个是在70、80年代啊，或者60、70年代非常流行的一个砖块。然后后面这边就是它的 service center 啦，汽车要做任何的保养都是通过在这边买单刷卡。如果从这个门出去哦，就是它的充电桩，就有 AC charger， 后面就是 service bay 了啦，所以它是一个3S 的 center。这里走过去就可以看到它的 service bay 了啦。我们上楼去看一下顾客休息的地方，以前槟城老街的花，我们这边慢慢的走上去。哇，这种旋转的楼梯，是不是在这个年代已经很少看见了？可能比较高级的住宅可以看得到了哈。这个就是可以看到，哇哦，客人在这边可以在这边休息，还有一些咖啡，连它厕所门这边都非常讲究啊，用这种实木的。我看它地上的砖块，看到这一家 BYD 的 showroom 在槟城哦，有没有感觉到非常融合的复古版还有现代的这个设计元素，把它成为一个非常特别的 showroom。冰岛里面的朋友们想要买 BYD， 想要试驾 BYD 的话，不妨可以来一下这一家。
吃了晚餐，是时候回酒店了。比我们之前的预计的时间还早，我们7点半回到这边了。今天晚上住的 Prestige Penang， 我们住在这个码头附近。其实明天也是没有什么活动啊，明天就早上吃个早餐，然后下午12点 check out， 然后我们就自由活动，我们要去买香饼啊，要去走走呀，时候总之是5、6点钟左右回到去 BYD 阿拉达玛沙拉就对了啊。你是叫 BYD Seal 哦？对 ，Sedan 我是加 BYD SUV C 来的嘛，驾到了槟城啊，那个 BYD showroom 里还剩多少%？大概36这样。速度差不多了嘛，都是绕来绕去嘛。我现在17。喂，怎么这样啊？没有，不可能啊，不是一样吗？可是我们有 cruise，有我也是在 cruise。怎么差那么多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车身重哦，0到100 3.8秒，我0到100 4.5秒，然后我的风阻也大一点。哦，这样要瘦一点哦。所以你们要揸长途的哦，虽然是 SUV 好驾，但是Sedan比较没有这样吃风。带你们去看一下我的房间，第一次来这边哦，兴奋哦！哇，有人帮我拿来 So good， 这样子的话你都懂了啊，要适度一点点哦，就是给一点点喝茶钱啊，358。哇，老魏，这个房间太漂亮了吧，各位！哇，它的装修哦，不知道怎么说，这个是什么？实心的这个，然后我的，这是马桶。我的还要分开哦，竟然还有暗格，然后这边就是只是供洗澡，我只是拉开一个布，然后这个是透明透到去我的床那边，也是拉布这样子哦。The Prestige Hotel 啊，虽然没有业配，但是我觉得很漂亮，很复古。床呢做的好像悬浮式这样的，下面有灯哦，虽然它不是真的浮起来，下面是有窗架的，连这个小桌台也是做了一个悬浮式的，很有性格一下哦。冷气控制，连它的厨架那些都很特别，你看连这个厨也做的好像悬浮式的，这个我喜欢。这里有一个小桌子。Good evening, Adrian Lim。哇哦，今天真的是累了，昨天才睡不到5个小时。等一下我们看我们要去哪里走走啊？今天我们的活动完成的特别早，大概不到8点我就搞定了哈。然后我就约了 Varen， 就走路去附近，大概走个10分钟可以到这个旧关直角。一路上会经过这些英殖民留下的建筑物，都非常有特色。旧关直角那边就装修的非常的漂亮，就带我媒体朋友去吃我舅舅带我去吃的槟城人叫做巴里董啊，然后还有就是大的喇啦这样子。吃完之后呢，就喝2杯，然后我们就回到酒店休息了。喝了2杯之后更加爱睡。隔一天早上10点集合了一下下，就因为我们昨天 Michael Jackson 的唱歌影片，我们就拿到了奖金。Good morning， 各位，今天我们就换了车。今天我换了这一台很多年轻人喜欢的 Sport Sedan， 它是 BYD Seal，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 Performance， 是 Premium， 反而觉得 Premium 嘛跑高速更有优势，因为刚刚我看了这个我们的 APP 显示呢，我还有99%可以行驶640公里左右。那它指定我们要去到大概 Berang 那个地方，帮这辆车充个电，然后我们再回到阿拉达玛沙拉去了。所以各位，在我身前面这个是 BYD Seal， 只是卡钳没有红色啦，所以很明显这个是 Premium 的，它是后驱的啦，308 HP， 还有360个牛顿米的扭力啊，然后0到100都大概6秒钟就可以达到了。它跟 Performance 的电池是一样大的，都是 82.56 kWh。同一个电箱要给一个电动马达工作，跟2个电动马达工作，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耗电呢？可是 Sea Lion 跟 Seal 的定位不一样哦，因为 Seal 的话后尾箱的开口就没有像 Sea Lion 这么开心了啦，哦，所以这个开口呢就没有这么大了，可是它是伸进去的。这次 BYD 就有让我们就是做一个挑战啊，每一个车都要去拍一个非常有创意性的 video。然后我们这一次就想到最后又要把食物跟那个 BYD 的汽车的 app 连在一起，要怎样拍呢？结果我们就想了一个很废的这个东西呢。没关系，你们可以关注我们的 IG， 然后去看这个影片，笑笑一下没有烦恼。一换上来这个 Seal 的感觉就是我非常喜欢它的后座，还是非常的宽大，我的腿部空间是超过1个拳头的。头部空间呀，虽然你比起昨天我坐那个 Sea Lion 呢，Sea Lion 会比较高，座椅还是一样好坐，一样的斜，然后腰部支撑也是一样的，非常的好。可是有一样东西是可能我们做城市驾驶还有这个长途的话，会比 Sea Lion 好那一点点，就是Sedan车就没有这么有那个多余零碎的晃动。这辆车就是比较干脆的，Seal反而就是面对一些凹凸不平的马路啊，一过了之后，它就是过那一下不了。它不会再有多余的那个晃左右晃啊，或者是一点余震啊这样子，所以这一方面我觉得Sedan会比较好一点。Sedan其实蛮美的一个那个车身比例来的，只是说这个市场人家因为要高一点，马来西亚的这个爸妈有时候没有跟着规矩来做高低，所以他们觉得 SUV 比较好。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啦，所以就看你们喜欢哪一个咯。这样
比较挑剔的，比较喜欢它的驾驶感受跟这个乘坐感受的这个 Sedan very good。OK，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回吉隆坡了，是吧？我们要回去多久啊？不是去开多没？我们就附近吃当地的美食，买一下2条路的香饼，我们就可以回吉隆坡了。我们的店其实可以足够到吉隆坡的，因为我们一路上没有跟这辆车客气哦，有力又好飞哦。然后我们就按着约定的地方 Berang， 也就是靠近 Rawang 那边去充电。那时候的我们还剩下26%，充完电之后就到我驾这台车了，61%。好了，够我们回 KL 了哈。可以了 ，Let's go。有些来 email 给我。好 email。Yeah。OK， 这样。OK， 我们现在可以回阿拉达曼沙拉了啊。我们已经充到61%够了的啦，可以回了的。OK， 来。啊，首先这辆车一上手哦，就是跟 C 来有很大分别啊，因为它是 Sedan， 车低就是驾驶感就不一样，非常的 good 啊。所以低车有低车好驾，高车有高车好驾，完全就是不一样的事。这辆车哦，在高速上面的那个电耗哦，肯定是比 All-Wheel Drive 少很多的。如果是讲 All-Wheel Drive 这样来计算的话，是大概28到27 kWh per 100 km， 反正我们这辆驾的比昨天更快的话，我们还做到23.58了嘞。而且这辆车的余震也很少，它就是感觉到这种路哦，它凸啊凹凸不平的时候，它就是跳那一下就那一下不了，它不会在多余的左右晃动这样子的。哇，这种好，震动也少了，我感觉到。哇，Sedan的坐姿就是很爽哦，我很喜欢那种坐滴滴的感觉。哇。哇，这条路铺了就是舒服，哇，很喜欢那种刚铺了的马路。这2天哦，2辆车加够了啦。给你买，你要买哪一辆？这辆 Seal 啦。对。样子来说是那台比较好看的，其实我觉得。诶，那个车很 muscular 哦。很硬，对。可是开起来的话，说实话还是这台好。这样你就是 Sedan 的 Gaki 哦。我不是。不是啊。可是我觉得这台车真的很好看。真的，对我也是这样觉得。你一上手做起来就不一样了哦。立刻感觉，对，立刻是感到的。我真的没有东西做诶。你来提供那个情绪价值。In 200 meters, keep right. Keep right. Let's go. It's a highway again. 电动车后驱跟前驱开出来很大分别，尤其是在过弯的时候你就懂。还有就是当起步的时候啊，后驱的就是打滑程度都没有这样够力啊，前驱就一直这样子。它如果太有力的话呢，这是第一点哦。第二点就是你过弯的时候呢，这个转向的那个精准度啊，转向肯定是后驱好啊。哦，你看，哇 ，Let's go， 踩完了 ，Full throttle。飞一下，哇，感觉它的风阻就是比西莱恩小很多，很轻松。虽然我不是 performance 啊，就感觉到那个车身的怎么说呢，跟风的对抗就少很多，而且很顺，风声也小了一点。呀，哇，那个这样子 maximum top speed 是这样子吧？哦，
不能去啊！我已经把那个油门踩到底了，这已经是地板油了，190 max， 还是很稳哦，因为它车身重哦。闪灯啊，还有一点就是这几天相处了 BYD Screen 不是可以转来转去的咩？但是当你看 Apple CarPlay 的时候哦，各位它是不能转直的吧？我怎么按都好，它会跟你讲，哎 ，rotation are not supported， 哇，不知道为什么，它可能 CarPlay 那边没有 set 好。到 KL， 总全程400公里。我当时就被这个数据给惊呆了，中间只充了1次电啊。OK， 我们去苏邦啊，苏邦啊，是非常的舒服了哈。哎呀，我又按到那个什么了，所以你看还会 break down 很够力啊，如果开那个 ACC 的话，是我会放油啊，哇，好像那个 regen 开了10倍一样。过来睡觉，给他烧一个口呢，给他睡醒啊。In 1.5 kilometers, exit left.我们讲5点要到的时候，到最后我们6点啊，6点09，迟了1个钟，都怪我们拍 video 拍太多了，太专业哈。Turn left. We are back. In 200 meters, 坐最后一名啊， roundabout. 等下就成绩揭晓了，是不是最后一名啊？ At the roundabout, take the first exit. 这里以前都有让我报的， 500 meters, 都没有这类东西的，我记得以前。 Take the first exit, and then turn right. At the roundabout, take the first exit, and then turn right. 哎，我要那边进比较快噻。对，啊，是啊，好像是这才进，不能进那边，不能啊，不能，我一定要绕前面了。因为那天哦那边已经没有，所以总结新个摩托够了啦。我觉得新个摩托够啊，跑长途那种新个摩托肯定更好哦。因为它已经0到100虽然6秒，比 performance 慢，对吧？可是它已经是秒杀很多普通的汽油车了，对吧？啊，关了，然后我走这边来。绕过去。是不是？我觉得这种后只要它主要是它新个摩托也是后驱吧，然后它的电量很大的，82.5 kWh， 然后你1个马达来推动已经是很够了，然后就主要是电车啊，对你动力 4 wheel 是很强，但是你爽那一时，你在 highway 你就踩那2下，你一看你的电量掉了很快，你又收油了，到最后，所以我们玩的电车是什么？玩谁可以走更远。啦，
卡门的店。对。直接 off 不了了还。好吧。哈哈 ，I'm back。啊，我的面包还有一粒哦。这个是 Performance 卡钳红色的，然后我们是 Rear Drive Premium， 我会想念你的哈。西来燕我也是会想念你的。这次的 Media Drive 的视频就到这边，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期的影片再见啊！不要忘了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一下你们想不想看我试驾 BYD 的车，什么车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一下，拜拜。